我的全名叫嘎造一样，对，然后嘎造是我的名字，一样是我爸的名字，这样我们就会知道我们是谁的小孩。对，但跟五塞不一样，五塞跟妈妈那边姓，我跟爸爸这边姓，这样。然后我是来自花莲玉里下德武部落的。我的声音，我的音乐的起源，我觉得都是从家开始的。众所周知，我姐姐是名歌手，那我高中的时候是合唱团的团员，但大学我加入的是戏剧系，一直到2013吧，参与了真正的一出音乐剧。我觉得那好像是我真的比较靠近音乐的时候。但是如果说我的音乐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一样回到我刚刚讲的，就是从我老家开始。我身为原住民，我们接触到音乐的时间，可能真的比其他人来的多很多，因为在家里随时唱歌、祭典啊这些时间，其实我们接触到音乐是很大量。我讲一个我小时候发现我听音乐的习惯，因为我一直到高中才有真正的智慧型手机，那个时候的歌单好像都还不是中文歌。以前当然Walkman 啊，或者是 MP3，就是可以听到。我听谁的歌去了？还在龙卷风那个时候吧。对，然后小时候当然还有听卡带，张惠妹啊，或是纪晓君的卡带。但一直到高中，我开始可以找到音乐，然后或者是认识到所谓的播放平台。我一直都在听英文歌，为什么好像都很喜欢英文，但是很少听到中文？是因为其实我对中文的认识没有到很多。然后我对中文的音乐的认识来得比英文来得晚，西洋的音乐又做得很丰富，做得很满，就回头听中文歌的时候，发现中文好像都特别的强调歌手跟中文文字，但加入到戏剧之后，才开始理解中文是什么，然后文字里面看到的美啊，它的诗意是什么。反观到现在，除了音乐剧，多的时间就是接触刚刚提到的另外一种语言，就是族语。族语的语调很特别，所以在放进音乐的那一刻，其实相当困难。要如何把族语唱成旋律？因为族语有自己的音调，更别说其他族群的音调又不一样。那好玩的是，在加入到音乐的那一刻，它跟那个音乐的语调产生了什么样的化学变化？那个很特殊，耐人寻味嘛。这样讲。刚还说自己中文不好，结果因为就是听到体育老师唱的这个答案的李泰祥老师的作品，很漫长的一首歌对我来讲，然后很词里面讲天上的星星，其实我一直被这句话扣着，因为他的音乐就一直环绕在很广大、越来越孤寂嘛那种感觉，因为很虚无，然后时间感很漫长啊，然后空间感很大这样子。对，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首的感觉的。我跟伍塞合作的第一张专辑就是《那葡萄树上的女孩》，就我是被邀请啊，就是很感谢有这个机会。那时候我想说，唱什么？唱和声，然后才发现其实是要把我们的，我不会讲那是古调，因为古调其实是专有的旋律，对，但我们还是拿了很多的我们自己部落家乡的古调进来到这张专辑，或者是现在的美感专辑。古调其实是一个声音，那个时候被记录下来的。现在再继续唱下去的东西叫不叫古调？它如果不是古时候来的旋律，那现在叫不叫古调？可是，一般人听到就会说：“哦，你的古调很好听。”但我其实都跟他讲说，那个其实不是古调，那是我们跟着这个音乐一起找到的旋律。就好比在答案里面一开始出现的那个旋律，其实也是找来的，不是我们拿任何一首或是任何一个部落的歌曲过来的。在这个过程里面，从第一章到第二章，然后到现场的去配唱的时候，早在一开始我是希望把部落的声音带进来，带到你的音乐里面，或是跟着这个音乐一起走。但后来渐渐的才发现，我是希望我认识的那个传统，我认识的那个调性带进来。所以后期其实自己回去听，发现声音是有变化的，一直想要把好古老的声音，我们老人家说有盐巴的声音，就吃盐巴吃很多的那个意思，把那个有盐巴的声音放到这个音乐来，然后到现在好像变成我开始会去听，开始会去揣摩，甚至去理解伍塞在音乐里面唱的东西是什么，而去改变自己的声线，换了其他的调味，然后放进来。这跟我以前想的不一样，因为我以前就觉得要唱这个歌就应该有很多盐巴，对，要唱这个歌就应该要很传统，很古老，那个声线就可能要很这么的老的样子，揣摩老人家唱歌。可是现在反而
好像可以找到自己的声音，自己去认识这个传统，然后放进来。对，这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的变化很大的地方。哇，完全没有。你说瓶颈的吗？因为我觉得很奇妙的这件事，我被找来当和声，当配唱，可是我其实一直把自己当主角。当然了，到后来可能进录音间有被要求说，我们那个声音可能要再更怎么样。他的瓶颈不是在于我做不做得来那个声音，而是那个瓶颈是在于这个人的想法跟我认知的，因为我唱的本来就不是中文，我唱的就是我要带传统声音进来的那个时候的冲突发生了什么，然后反而我觉得这个冲突更是要在这个音乐里面碰撞的东西，所以我就尽量唱。这个流变其实很特别。对，它从瓶颈变成一种新的碰撞，其实都是好事。我其实真的喜欢的音乐，其实在于当音乐开始的那一刻，它会给聆听者有很大的空间跟想象的东西。所以我最爱久石让，不管是电影配乐或者是什么，去除掉画面之后，他的音乐还是给人家很多的空间跟在脑内的激发跟流动。我在做很多的创作，戏剧创作或者是文字创作的时候，反而都是听这些空的音乐。因为我自身学戏剧的嘛，我记得以前有一个编剧的老师跟我们讲说，如果你真的要写完一个剧本的话，你就去听一场爵士乐，每一个角色都在对话，跟他们很多的冲突会产生呢，但是又让步给别人，换了别人去做主角，换了别人去做领头羊。前一阵子做了一些跟运动有相关的，跟竞赛有相关的，好比之前看了摔跤，做了一个摔跤的演出，其实他们的对话也是一样的，就是大家都认知说摔跤是假的东西，可是他居然在这个场上产生了一种表演性，就是两个乐器在对打，我换你打我，然后你接下来换我受招，这些的流动都跟音乐一样。我在听这些刚刚所提到的让我可以创作的音乐的时候，我好像是会被这些音乐牵着走，让我知道我接下来要该去哪里，因为它总能给你一些新的想象跟新的想法。即便这首歌这个清单你已经听过 N 百遍了，在边创作的时候你还可以边哼，然后嘴巴手指不一样，它总会给你新的方向、新的答案，让你去想说我突然想到别的东西，别的想象可以去写。在这些表演的过程、创作的过程，对我而言，我最希望的是，第一，把我的声音被听见；第二，就是把那个声音被听见。部落长什么样子，或者是部落的人的声音是什么？对，为他们发声的感觉。关于这个一镜到底的录制，直接收录。好难哦我觉得他真的是对表演者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啦。即便大家已经很认识了自己的音乐，很认识自己的声音，跟自己的对手们、乐手们或是歌手们有很大的默契了，但他还是很考验在导演喊下在一个5、4、3、2的那一刻，吉他又下了那一刻，然后乐器给了的那一刻，就觉得它好像又是一个新的东西了。完了，我们怎么办？我们要再录一次。因为对我来讲，我觉得那是不可能复刻的，因为每一次都是很特殊的一次分享跟一次音乐的交流，即便弹奏的东西都一样，打点鼓的点都一样，然后歌手声也都一样，就是都是一样的人。可是这一次又产生了不同的火花，我们就得在场上再一次的去找到我们现在的平衡在哪里，跟我们现在在交流的东西是什么，其实很特别。你知道每次停下来那一刻，我是不能呼吸的那种感觉。